家好，欢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乘风破浪的姐姐终于播出了，这个节目可以说是除去街舞3外，姨太最关心的综艺了。不知道你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看的，反正姨太我是想看看姐姐们是如何放飞自我，如何互动的。果然第一期一上来就没有令人失望，宁静还是那个直爽到令人头疼的宁静，张雨绮还是那么的大大咧咧，只是意外被人发现居然是个有着粉红少女心的傻白甜。钟丽缇依然还是很少女很娇嗲，还有老板娘上身俨然进入了人才市场的张萌。而作为发起人的黄晓明果然像传闻中的一样卑微，在姐姐们中间夹缝生存。看完第一期上下2集近3个小时之后，姨太已经被姐姐们圈粉了。唯一一个没有被圈到粉还被骂出圈的就是评委杜华。老实说，我一开始也跟宁静一样满脑子问号，杜华是谁呀？我不知道杜华，想着既然她能坐到评委席上点评这些姐姐们，她应该也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吧。看完节目后发现她确实不简单，也难怪那么多人问候她。我估摸着可能在这个节目里，杜华拿的是唯一的反派剧本。她一上来先是扮演了一个完全不能理解姐姐们的评委，然后逐渐被姐姐们打动。毕竟一个综艺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和和气气的，没有摩擦没有撕逼，也会少很多看点和热度不是？但是这个反派玩的简直太投入了，人家给你一个大纲，你可真是用细节把每一个空隙都填满了。作为评委打分简直像儿戏一样，黄圣依钢琴弹唱就感觉还行吧，80分。叮当的高音惊艳全场，75分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接下来金莎表演打分又创新低，68分，简直太迷了，标准很迷，成团建议更迷。袁咏琳弹了一首钢琴，杜华建议你分到 dance 组。黄圣依弹了一首钢琴，杜华建议你分到 dance 组。陈松伶吐槽的好，是跳手指舞吗？白冰这边杜华还专门问了他有没有练过舞，白冰回答没有之后，杜华又表示建议你分到 dance 组。看完整期节目发现，杜华几乎给所有人的建议都是 dance， 迷惑，想必节目组也很迷惑，直接打了字幕。哦，这奇妙的分组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节目组也是跟传说中的一样，求生欲特别强烈。杜华发表那些人神共愤的言论时，后期都会小心翼翼地打上字幕，仅代表杜华女士个人女团标准。别的不说，就光她给叮当点评打低分，姨太估计观众此刻的心情都是请杜华女士原地爆炸。虽然在节目场上，杜华对叮当的点评引起姐姐粉丝们的质疑，当下叮当也表示尊重老师们的决定，但晚一点，叮当在微博直接艾特杜华老师，我今天看了节目播出后才知道当天您给我分数的原因。接着在网上看到不少网友解读您的话，说您的意思是半吊子啥也干不好的才能成团，如果这真的是您的成团标准，我尊重您的决定，那么还是赶紧把妹妹我淘汰了吧。这是吃瓜群众们喜闻乐见的，姐姐们没有开撕，姐姐跟评委老师先撕起来了。叮当的这一喊话，有人支持赞姐姐很刚，也有人觉得大可不必。姨太倒是持中立态度，姐姐们既然选择了站在台上被人选的决定，那也就是说做好了接受被人点评，当然让自己不爽的也可以怼回去。但是叮当的这个喊话细细品味，不仅是质疑杜华，还连同他旗下的艺人也一起打了吗？为什么这么说？看后面的分析就明了。杜华并没有直接接话，在晚一点的时候，他在微博更新了一条内容，以示回应叮当。他说，有的人可以独自闪耀，有的人可以成团光芒，不一样的优秀都是最棒的乘风破浪的姐姐。但是大家对此好像并不买账，依然对杜华是一片诟病。至此，杜华的女团标准是什么？不言而喻。全网对杜华的吐槽也是绵延不绝。但有一种此刻，不管你pick哪位姐姐，但只要是骂杜华的人，我们都是朋友。姨太看到一条评论更显讽刺，可以说是跟着杜华老师现学现用的。杜华他是一个很好的评委，但就是评得太好了，就显得别人太差，所以放到一众评委席里显得不和谐。我觉得他出评委席，自己在家 solo 当评委的话，可能比坐在节目评委席会更好。你在网上搜索杜华都是不好的词汇，带有一种过街老鼠的状态。被网友 diss 姐姐内涵，杜华确实有点难啊。作为评委，标准成谜也就算了，也许是节目组的剧本，可剧本也不可能细节到每一句话，所以作为一个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的人，说话这么没情商，更是让人迷惑。他到底怎么混到现在还没被人打死的呀？
都说要了解一个人，不能从别人的嘴里去了解，要自己亲自去读。看到人人都在骂杜华，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去考古，了解了一番才感慨，这个女人真了不起，内心也是真强大，忍不住竖一个大拇指。杜华是谁？她本人常常被拿来与哇唧唧哇的龙丹妮、一心娱乐的杨天真放在一起比较，号称娱乐圈教母，因为都是业内非常有名的幕后制作人。不过因为乐华娱乐最专注的是男团女团选秀经济，所以早前一般是追选秀艺人的粉丝才会比较熟悉他，也会日常追着他骂。不关心选秀的网友其实并不太了解他。杜华是乐华娱乐的创始人，你想一个女企业家能把一个公司从创立做到上市，肯定不简单。她能在怀孕9个月准备分娩的时候接到老板电话，还能冷静地要求老板给自己几个小时等生完孩子再处理。在生完孩子1个月后，就马不停蹄走上工作岗位，力争每一个机会。赶在28岁的年纪就拿着200万创业，从一个熟悉的互联网行业转战到一个陌生的艺人经纪行业，在200万亏空，连工资都发不起，抵押房子，低声下气跟投资人借钱发薪水支撑。杜华是有魄力的，试问有几个人能做到？从开始创新的艰辛到崛起，杜华用了10年。这10年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？恐怕只有他自己和陪伴他一起走过来的人才知道。杜华是商人，是企业家，他看人待事有他自己的一套，不然也不会培养出现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王一博、孟美岐、李文翰、程潇等人艺人。当然，可能有很多人又会来喷我，说我在为谁谁洗白，并没有。虽然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里，杜华的点评很难让人信服，但如果你也跟大家一样跟风 diss， 那你就中计了，那是傻子才干的事儿。你想，作为资本家，作为幕后经纪人，他们肯定深谙其中之道。无论好坏，只要有热度，那就有流量。节目组为什么请杜华来当评委？因为节目组知道杜华有10年打造艺人成团的经历，而且也深知他成团选择的标准，为何又会在屏幕上打出仅代表杜华女士成团标准？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所以无论是姐姐们之间摩擦产生的火花，还是姐姐与评委之间不同观点的碰撞，大家不必太认真，更不要跟风 diss， 有不同的观点就好好表达。近几年之中，圈内几位原本深藏在幕后的操盘手频繁亮相台前，从杨天真的经纪人到龙丹妮的明日之子，再到杜华的乘风破浪的姐姐，他们已经不再是隐形人，而是要做自带流量的话题人物。如果把乐华娱乐的发展势头和杜华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联系起来，似乎有点不成正比。如此一来，恐怕很难解释杜华是如何凭借自身的能力一步步走到现在的。难道是运气的成分占了大多数吗？实际上，如果换一种角度理解杜华在浪姐中的点评，应该可以找到答案。杜华想要表达的是，叮当作为一名歌手而言确实很有实力，但放在一整个女团里面就会显得很突兀。一个团里确实需要唱功了得的成员，但这并不代表是需要绝对的大高音，因为一旦有这种成员的存在，其他成员很难在音乐编排上去配合，也就是说很难找到其中的平衡。其实杜华完全可以再补充一句，那就是希望后续看到选手的更多可能。如果能看到除了唱歌以外的部分，比如舞蹈，这样也能更好的去判断一个选手的潜力。这就好比选秀节目的初舞台评定，即使唱得再好，但没有唱跳表现的话，综合实力并不能展现出来，那么也很难拿到 A。 换句话说，或许杜华想要表达的意思并没有错，但不知为何这些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就变了味儿了，很容易得罪人。其实大家都忽略了杜华在这档节目上的职责，他负责的点评部分是成团潜力和个人特质。如果大家仔细去想他的点评角度，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何要讲出这样一番不讨人喜欢的话。杜华的一番言论反而衬托了杨天真的高情商。杨天真以营销鬼才著称，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亲手捧红了很多艺人，并且成功地帮他们赚了不少热度，靠的就是他的营销手段和高情商。如果说杜华处事不够圆润，那么杨天真绝对称得上是八面玲珑。还记得他去《青春有你2》当 X 导师那一番话确实很有深度，同时也能让练习生们对于当下和未来有新的领悟。他强调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，把时间花在让自己变得更好上面才更有价值。当初的练习生很有可能变成日后的大明星，在聚集了人气和粉丝的同时，艺人迅速完成了变现，而这种变现也是一种消耗。因此在最红的时候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增值上面。
对于圈内运作手段和一个艺人的成长过程，杨天真显然有着更深刻的理解。或许他亲眼目睹了很多艺人的成名，同时也见证了不少明星的衰败。其实无论是杨天真还是杜华，他们都或多或少有权利决定一个艺人的命运，只不过表现出来的方式和方法略有不同。杜华擅长的是挖掘，他要把最有潜力的艺人慢慢培养起来，这种模式也是典型的日韩偶像培养模式。所以此次杜华在浪姐中负责成团潜力的点评部分其实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把练习生那一套照搬到姐姐们身上显然是不适用的。看完杜华的表现，仪态真的感觉杨天真真是有自己想法的人，不管他的想法你是否认同，但他自己是能自圆其说的。杜华就纯胡扯了，自己前后矛盾的地方多了去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把杜华换成杨天真，你认为他在节目里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